欢迎收听。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怎样的一位领袖啊，能让他手下的人心甘情愿地闯进敌军大本营，冒着生命危险，就是为了满足他随口一句说想喝家乡水的愿望？这个听起来确实很像电影里的情节，但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故事。你发来的这份资料是对《圣经历代志上》第11章的一份非常详尽的解读。对，这章经文表面上看，大部分内容就是一份名单，记录了大卫王身边一群精英勇士的名字。没错，就是乍一看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一堆人名嘛。但这份解读资料挖得非常深，它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花名册，不是的，它是一份英雄谱，是大卫建立王国所依赖的那个核心团队。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着这份资料去认识一下这群传奇人物，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有就是这些古老故事背后关于忠诚、领导力和信仰的秘密。对，这份资料的分析框架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把这些勇士分成了几个层次，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塔尖呢是最顶尖的三壮士，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下面一层是2位战功赫赫的指挥官，再往下就是被称为30勇士的整个精英卫队。我们会发现，从上到下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把忠诚和信仰转化成了战场上那种几乎是超自然的力量。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开始，来认识一下这最核心的3个人。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亚说班。故事里说，他曾经在一场战斗中一口气用长枪干掉了300人。300人，这个数字太夸张了吧？这已经不是凡人的战斗力了。这绝对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这份资料的解读认为，这不能单单从军事角度去理解。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名字亚说班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百姓将回来。你想想当时的背景，扫罗王战死，以色列可以说是4分5裂，民心涣散，是个烂摊子。对，这时候出现一位勇士，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承诺，一个预言。他的神勇在当时的人看来，就象征着上帝要借着大卫重新召集他的子民。原来名字里还藏着这么深的含义，这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那第2位呢？以利亚撒。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他打起仗来太拼命了，以至于战斗结束后，他的手粘住刀把。你能想象那个画面感吗？就是整个人已经杀到力竭，手指都僵硬了，和自己的武器融为一体了。这个细节非常非常生动，它描绘出了一种极致的投入和坚韧。而更有趣的是，我们再看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有说法。是的，以利亚撒的意思是神已经帮助，这简直就像是作者在给故事划重点。他用一个粘在刀把上的手告诉你这个人的顽强，然后用一个名字告诉你这份顽强从何而来。资料里特意强调，那场战斗的结局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你看，个人英雄主义被巧妙地归功于更高的力量。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叙事手法，名字本身就在剧透故事的核心思想了。那第3位壮士沙马，他的故事发生在一块大麦田里。当时以色列军队被非利士人打得溃不成军，所有人都跑了，只有他一个人站在田地中间，硬是凭一己之力击退了所有敌人。这里最妙的一点是，他保卫的为什么是一块田？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为了一块田地拼命，好像有点不值。是啊，有点奇怪。那你必须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和信仰里，土地是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产业和应许的象征。所以沙马的行为就不是简单的保卫粮食了，他是在保卫上帝的恩赐，在捍卫民族的根基。当所有人都因为恐惧而放弃的时候，他一个人守住了这份信仰的象征。我明白了。所以说这3个人的故事，每一个都不只是勇猛，背后都连接着更深的信念。不过要说最能体现他们和主帅大卫之间那种关系的，还得是接下来这个伯利恒井水的故事。是的，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整个篇章的情感高潮了。当时大卫正带着人马在亚杜兰洞里躲避非利士人，那是他早年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可能就是累了，想家了，就随口慨叹了一句。一句无心之言。对，他说：“真想喝一口老家伯利恒城门庞大口井的水啊！”他不是在下命令，他只是展现了一个领袖，脆弱和人性的一面。但他最核心的那3位勇士亚说班、以利亚撒和沙马，听到了这句话，他们3个互相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直接出发了。他们冒死冲破了非利士人的封锁线，真的跑到了伯利恒的井边，打了一袋水，然后又杀了回来，把水献给大卫。这简直是一种疯子般的忠诚。对，就是疯子般的忠诚。而这里就是大卫作为领袖最闪光的一刻，他的反应决定了一切。资料告诉我们，大卫看着这袋用生命换来的水，他没有喝，他选择把水全部倒在地上，像是向上帝献祭一样。他当时说了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他说：“我的神啊，这3个人冒去打水，这水就好像是他们的血一样，我怎么敢喝呢？”这句话太重要了，他瞬间升华了整件事儿。大卫用行动告诉他所有手下，你们的生命在我眼里比我自己的欲望和享受要珍贵得多。他把这份凡人之间的忠诚看作是如同生命之血一般神圣的祭品，然后他把这份最宝贵的东西转而奉献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哇，这既是对下属无与比的尊重，也表达了他对上帝的敬畏。这一举动恐怕比任何加官进爵的许诺更能赢得人心。的确，这个井水献祭的故事，可以说完美定义了大卫和他的核心圈子之间那种生死相托的关系。但这只是金字塔的塔尖儿，一个王国不能只靠3个人。资料接下来就带我们往下看一层，看看那些同样功勋卓卓，但也许没有站在最耀眼聚光灯下的第2梯英雄。是的，接下来出场的这2位，亚比筛和比拿雅，他们是军队的指挥官。资料里明确说，他们虽然尊贵，但不及前3个勇士。还有个排名。对，这说明大卫的军队内部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荣耀等级，不是光靠关系，而是靠实打实的功绩来排位。先说亚比筛，他是大卫的外甥，是亲戚，但他同样有击杀300人的战绩，这个勇猛程度不输顶尖高手。而且他的地位非常高，是30勇士的统帅。他的名字亚比筛，意思是我的父亲是荣耀，也恰好和他显赫的战功和家族地位相符。他是一个典型的勇将，是军队的中坚力量。但另一位比拿雅，哇，他的事迹读起来简直就像神话故事。他的个人战绩清单实在是太离谱了，比如他杀死了摩押最强的2名战士，原文形容他们像狮子一样。这还只是开胃菜。对，更惊人的是，他在一个下雪天自己跳到一个坑里，杀死了一头狮子。我无法想象的是什么场景。最夸张的还是他跟一个埃及巨人的对决。资料里的一个细节特别有画面感，说那个巨人的长矛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你得想象一下，古代织布机上的那根横梁得有多粗的一个木头，那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长矛了，那简直就是一根削尖了的电线杆。没错，而比拿雅手里有什么呢？只有一根棍子。这已经不是力量的对抗了，这是智慧、技巧和勇气的极限挑战。他居然用一根棍子从巨人手里把那根电线杆夺了过来，然后用对方的武器杀死了对方。这就是比拿雅的过人之处。他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已建立，他的胜利完美诠释了依靠上帝所建立的智慧和勇气，而不是单纯的蛮力。你想想，在雪天坑里杀狮子，考验的是在极端不利环境下的冷静和果敢。用木棍战胜巨毛巨人，是典型的以弱胜强。这不就是大卫自己年轻时胜歌利亚故事的翻版吗？所以大卫任命他做自己的护卫长，统领卫队，正是看中了他这种超凡而且被祝福的勇气和能力。了解了这些个人的传奇事迹后，资料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被称为30勇士。但这里有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读资料的时候专门数了一下，
这个所谓的30勇士名单根本不止30个人，这难道是古代的数学不好吗？这不是数学问题，这其实是个常见的误解。这份资料的分析认为，30勇士更像是一个品牌名称，或者说一个精英部队的番号。一个代号。对，比如我们今天说的海豹突击队或者游骑兵，它是一个代号，代表了一种标准和荣誉，而不是一个精确的员工名册。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编制，有人战死了，就会有新人凭借战功补上，但这个精英团队的代号一直保留着。意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支持大卫的核心力量是多么广泛和多元。这些人来自以色列不同的支派，背景各相不同，甚至我们后面会看到还有外族人。这说明大卫的王权是建立在广泛的拥护之上的。好的，为了避免我们只是干巴巴的念名字，我们从资料里挑出几个特别的人物来看看他们的故事。比如名单里提到了亚撒黑，他是大卫的另一个外甥，以速度飞快著称，据说脚快如野地的鹿一般。但这份英雄谱并没有回避他的结局，他后来在战场上被人杀死了，英年早逝。他的故事为这些英雄传奇增添了一丝悲剧色彩和现实感。他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即使是英雄也随时可能陨落。这让这份名单不只是一个冰冷的荣誉榜，而更像是一面刻着烈士名字的纪念碑，充满了真实的分量。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亚拿土人亚比以歇，资料对他的名字和家乡的解读也很有意思。是的，这是一个充满了信仰色彩的组合。他的名字亚比以歇，意思是我父是帮助，而他的家乡亚拿图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祷告蒙应允。这个地方也是后来著名先知耶利米的故乡，所以当这个人物出场时，他的名字和地名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口号：我的父亲是帮助，我的家乡是祷告蒙应允之地。这又是在不动声色地强化整个故事的核心信息。然后在名单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名字，如果你熟悉大卫王后来的故事，这个名字会让你心里咯噔一下，赫人乌利亚。是的，这个名字通常会立刻让人联想到大卫王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就是他与拔示巴的丑闻，以及他为了掩盖罪行而蓄意谋杀乌利亚的悲剧。但在这里，这份资料把他堂堂正正地列在大卫的精英勇士名单里。这确实意味深长，他是一个外族人，赫人，却对大卫和以色列忠心耿耿，是公认的勇士。把他放在这个荣耀名单里，本身就是对他忠诚勇猛的肯定。这也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张力，他既肯定了大卫作为领袖的魅力，能让外族人都为他笑死，也毫不避讳地暗示了他后来的堕落。他亲手毁灭了这样一位忠诚的勇士。这份名单没有为了美化大卫而删除乌利亚的名字，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人的一个无声的提醒，关于权力的俯视以及忠诚与正义的脆弱。在五湖四海、背景各异的勇士的支持之上，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名字很多都和上帝有关，像耶和华已建立、神是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大卫这个人以及大卫所代表的那个上帝的旨意的绝对忠诚。资料最后总结说，他们的成就不是为了个人荣耀，而是为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他们不只是士兵，他们是被信念驱动的战士。这么一圈聊下来，我们确实看到了几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超越常人的勇敢、绝对的忠诚，以及一种普遍的信念，他们的力量并非源于自己，而是源于上帝。他们不只是一群肌肉发达的打手。的确，这份资料实际上是将他们描绘成为了一个神圣国度而战的属灵勇士。他们的战斗是为了实现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那个宏大应许，这使得他们所有行为都有了超越军事层面的意义。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大卫的领导力。这些故事的核心是关于领导力如何能激发并留住这种非凡的忠诚。大卫赢得人心的不仅是他的王权或个人魅力，更是他发自内心对下属的尊重和敬畏之心，就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个伯利恒井水的故事一样。没错，
他懂得回报忠诚的最好方式是珍视和尊重。完全正确。同时，这些事迹也在传递一个更深层的信息，就是真正的勇气根植于对更高目标的坚定信念，而不仅仅是身体的力量。无论是亚兽般的神力、杀马的坚守，还是比拿雅的智取，他们的力量都和他们的信仰紧密相连，这才是他们能够超越凡人，成为传奇的原因。这份资料聚焦于对一位领袖和一项神圣使命的忠诚，这也不禁让我们思考，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原则或者什么样的使命，能够激发我们同等级别的奉献精神？在一个没有巨人或者猛兽需要我们去搏斗的时代，为自己的信念成为一名勇士，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